Hello，你好。这是我们新来的画像师沈毅。必须要把这个角色给诠释好，最起码大家看到我演出来的这个角色是大家认可的、相信的。我觉得那对我而言，就是我没有辜负这个男主角。我好像从小到大都一直在被身边的人期待着。我可能之前真的会有这样的压力，觉得我出的作品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我现在可能更多的是觉得自己觉得舒服，我觉得我自己还完成的挺好的，就可以了。歌手和舞者其实更像我小时候的一种生活方式。演员我觉得更踏实，片场和戏里面的人和故事，让我突然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那些种种琐事。它会治愈很多人，它同时同样也会治愈我自己。初心一直都是在的，从来没变过。我觉得每一个热爱这个行业的人，热爱自己的工作的人，都很难会改变这个初心。你自己有了好的作品，你就是开心，就是享受，就是很自豪。就是慢慢来，我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快，但我觉得慢慢来是会有惊喜。忙碌、缺觉，然后还有沉淀吧。非常非常慢，几乎今年这一年我没有休息过。我记得是从3月份开始到现在，我都没回过家。然后我想着，就是今年跨完年，终于可以回趟家了。就是在这种忙碌中，可能让我无心去想很多别的事情，所以有时候真的等到自己安静下来的时候，晚上安静下来的时候，可能才会给自己留一个空间，能够产生出的想法可能会跟以前不一样吧，更多是自己人生的一个态度，一个想法。对，我觉得可以打80分，因为确实是一直在忙碌，一直在不停的创作过程中，《猎罪图鉴》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喜爱，这个让我非常难忘。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演员来说，首先自己的作品能够播出已经非常幸运的事，然后你播出以后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喜爱，那是一件更值得自己去高兴的事。然后也有一些音乐上的作品在今年刚刚发出了，所以我觉得今年是算是硕果累累的一年吧。遗憾不是在于工作上的，我觉得我的遗憾是在于生活上的。今年可能因为太忙碌了，让自己缺少了很多体验生活的感受。一个缺少跟家人朋友陪伴，一个是我觉得缺少了独处的时间嘛。之前我经常独处，我经常自己一个人在家待着，然后偶尔也会跟朋友出去聚一聚。我觉得还是要给自己去想办法给自己放松，去体验一下生活的。2021其实是我觉得我去追着工作跑的一年。那2022我觉得是工作追着我跑的一年，感觉我自己想放慢脚步，但是现实生活中呢却被工作推着我往前不停地迈开了步子。不变的就是对待每一次创作和每一个作品的一种精神吧。不管是演员还是歌手还是舞者，我要给自己留下来一个作品的时候，我必须要认真对待，而不是敷衍了事所以希望自己在若干年以后回看自己以前的出来的东西，自己都会觉得那个时候还挺记忆犹新的，然后能够挺让自己为自己曾经付出的感到自豪的。还是挺忐忑的，因为在那部剧之前我没有演过太多的男主的这样的一个戏。其实它算是06年我演完那个电影之后，再回归到影视行业的第一个跟观众见面的男主角。这个事情上会让我有一些压力，这个戏的播出的好坏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我对这个戏的心情，但那个时候对这个戏的结果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然后就会觉得，那我必须要把这个角色给诠释好。不管怎么样，最起码大家看到我演出来的这个角色是大家认可的、相信的。我觉得那对我而言，就是我没有辜负这个男主角，所以当时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还是压力蛮大的。其实忐忑紧张都是在前期，
到后期慢慢的就是觉得自己很相信自己是这个人物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压力也没有紧张感了。没有想到，确实没有想到，因为每年都有那么多的影视作品播出，然后我自己演了这么多年的配角，也没见得说是哪个戏真的一下就能跳脱出来的。所以对于一个作品能不能得到观众的这个大热的这种喜欢和跳脱出来，其实不是说能够笃定的很多事情。对，关于网暴，就是我们的公众人物，我们接触到的网暴可能很多，已经对这些事情比较的有抗压能力了。但是其实对于很多普通的人来说，会造成非常大的打击的。这又是一个我觉得很难去压制的一种暴力。所以当我看到网暴的时候，记得当时有一场戏是让我对着监视器，就是说一段独白，很长的一段独白，但好像当时没播出来。我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去温习那场戏的要说的话台词，基本上很多都是脱口而出的，就是想对于网络上实行暴力的那些人说的话。我是觉得就是大家都披着一层皮，不用负责任的在那说话，其实也是对于很多人的一种伤害吧。我不敢想的这么大，包括你看我演这个你安全的时候，其实我们整个表达手法是轻松的，虽然他讲的都是让人非常焦虑的一些社会问题，但是呢不想带给观众焦虑的，我们是想用轻松的方式来表达出来，然后让观众同时又看到这些问题。但是你说我们能够通过一个影视作品，或者说通过一个剧能够改变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可能力量微乎其微。但是如果说大家从中能够起到一点点，哪怕一点点作用吧，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那你这个作品就变得更有意义了。对，所以你要说能真的通过一个作品能改变，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不是凡人能做到的吧？我觉得，其实就是我觉得影视作品更多的还是要给大家传递更温暖的力量，让大家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更美好的看待所有的一切。不然有时候我们生活中很多的不如意啊等等，可能会造成很多的戾气。那我觉得影视作品就类似于精神食粮，大家可以去看很多，吸收到很多温暖。对，我只是觉得这个期待第一次被搬到台面上来说了，我好像从小到大都一直在被身边的人期待着，所以我这种压力一直都有。好像一个小品演员，他每次上台演了一个小品，然后他抖出来一个包袱，这个包袱当时大家都笑得不行了，觉得特别好笑。可是他可能再演这个小品，他再抖类似的包袱的时候，可能大家就不会觉得那么好笑。我可能之前真的会有这样的压力，就是觉得我出的作品一定要怎么样。那我现在可能更多的是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觉得舒服，或者觉得，我觉得我自己还完成的挺好的，就可以了。因为真的众口难调，你不可能满足那么多人。那么我觉得就是做自己吧。现在还没有，因为我准备就今天结束以后就开始回去着手去做功课啊等等一切，然后去进入这个角色的一个状态，去进入新的一个工作状态了。所以现在我还不能给出什么很有很关于这个电影的更多的消息出来。对，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大荧幕，所以如果拍电影的话，我可能就是会觉得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但是到具体哪儿不一样，我其实也说不上来。会很开心，会很期待自己在电影中的表现，很期待自己在电影院里面看到自己的感觉。好久不见。歌手和舞者其实更像我小时候的一种生活方式，演员我觉得更踏实，更像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我刚刚说，他会治愈很多人，他同样也会治愈我自己。
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在拍《猎罪》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的生活中可能就是有一些变动变故，那么回到现实生活中面对这些变故的时候，我其实是挺烦躁的，对。但是等到我再回到片场的时候，我以为我会影响到我的工作，但是没想到其实反倒来是变成了片场和戏里面的人和故事，让我突然忘记了现实生活中的那些种种琐事。所以我觉得某种层面我做演员之后，很多时候是可以自我治愈的。这个主题曲还挺燃的嘛，去守护万家灯火，去捍卫世间的平凡，平凡也要捍卫，其实也挺打动人的。不求自己有多么功成名就，其实就是想追求一个让自己能够平凡的度过一生，挺美好的，挺美好的一件事儿。它跟我们以前看到过的杨戬是不一样的表达手法，包括整个电影它的一个世界观也是很奇特的，它有很多的蒸汽朋克，然后它对天庭的描写也是跟我们以前想象的不一样的，我觉得还是个充满想象力的这么一个电影。然后对杨戬这个人物的重新的一个诠释也是比较新颖的。很多人会说你是现实版的杨戬，不敢。那你会觉得跟这个角色身上有没有什么或者说去共通？就是看似摆烂，实则赤诚啊。当时其实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因为那时候也是从学校刚毕业就被拉去拍电影了。那个时候网络世界没有这么发达，没有接触到太多的外界的东西，还是很单纯，不知道电影是个什么东西，就直接就去了，一切都是新鲜的，就是这种新鲜让你感知不到紧张。莫文蔚老师还说过说这小孩跟我们演戏一点都不紧张，还挺有意思的。但确实当时没有太多的紧张，但是我就印象中导演和剧组给到我特别大的压力，可是那种压力是我不知道，就是完全意识不到的。一个是年纪小，第二个是真没接触过，所以就是都是被导演啊，还有周边的前辈啊牵着我一点点往前走的。那个时候还是胶片的，用胶片来拍电影，真的每一场戏都非常的珍贵，所以大家在前期做准备，到进入人物，到前期的训练，到进入人物，到你去体验生活，到整个电影开机开始拍，每一场戏都是非常非常，我觉得非常非常严谨的，真的是特别像在创作艺术的一种氛围里面。其实每一次都挺有挑战的，因为接的每个角色都不一样。那是你要说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可能就是我再回来演戏的第一部戏叫《军事联盟》，我在里面演一个当时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个角色，叫司马昭的这么一个角色。他是一个历史人物，然后你要把这个历史人物诠释好，并且这个历史人物也有很多前辈饰演过。对于当时再回归到演戏，跟我当初再去演面的那种不怕虎那种感觉已经没有了，就那种就满满的压力，就是真的就是每天就生怕自己演不好。那个是一次让我印象蛮深刻的一次，对，觉得很有挑战很难的一次。真的那时候跟前面演员老师搭戏我都哆嗦，那嘴都抖，都抖。现在真的确实是遇到一个创作的瓶颈，我自己也有点觉得自己需要静下来，工作太多了。有时候演员是需要去放空的，我觉得是需要去把自己清空的，清空你再去就投到另一个角色。可是现在经常会没有时间让我去做到这件事情，永远都是被填满，然后马上进入下一个，这样的话我会有一个创作瓶颈。所以我这次也是希望接下来可以慢慢的去让自己多放空啊，多去感受一下每一角色和角色之间的那个空隙。20年的时候吧，20年的时候会有一些新的感悟啊，对于表演啊，到底自己在演什么，到底自己想要表达什么。在20年之前呢，很极力的想要去表达自己是有演技的一个人，然后后面呢，可能更多的是想要真实的去感受一个人，这种感受其实是更多是想要带给自己的一种感受，让自己获得与自己生活中感受到的不同的一种状态。
给自己一些启发。我没有说特别倾向于的，我觉得很多我没有挑战过的，我就是像当玩一样去想去尝试，没玩过这也没玩过那个，想去感受一下。但是你要说我有多大的野心去挑战什么多高难度的角色，其实我也没想过这个问题。自己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能够演到一些觉得哎呀不错，自己演的自己很过瘾，就挺好的。我不知道自己未来是想要怎么突破自己的一个舒适圈，我现在就是很平淡很平静的想去做我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慢慢来比较快，我觉得慢慢来可能情绪上的一种稳扎稳打吧。其实我一直都是我觉得应该慢慢来，但到底会不会比较快，这个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比较快是我就看每个人的对快的追求是什么，你真的是要一瞬间达到一个结果，还是说你本来这个结果你就放得很远很长远，每个人的追求的这个快可能不一样，所以对我而言我觉得我挺慢的。我从来不是就是自己个人的成绩上不是一个特别追求一个结果的人，因为我入行也这么多年了，就是其实可能早也磨平了这样的一个棱角和心态。现在我觉得就努力做好，都不能说努力，我现在我已经在做这件事情，就是做好一个让自己情绪稳定的人，然后让自己比较平静的去面对各种各样的结果，我觉得是比较舒服的。就是慢慢来，我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快，但我觉得慢慢来是会有惊喜。世界杯我都没时间看，那个时候正在剧组拍戏，然后每天都在紧锣密鼓的在拍戏，但确实我们组有的演员真的会收工以后熬夜去看的，我就不行，我就收工以后我就还得默第二天的戏啊什么的，因为我的戏量比别人大啊，就是说别人可能第二天没戏，所以别人可以晚上去看世界杯，我就没有这个机会给我去晚上去看世界杯了。对，就是撒欢吧，我觉得对我而言，要么就是自己独处，空下来什么都不想，要么就是约上3、5好友，就是撒开了花，就也别管了，什么也不管了，就摆烂，就那种感觉。有啊，他们每天都跟着我开工出工，还挺治愈的。然后每天拍完戏回来有2只小狗在等着你。以前我回到休息室什么的，都是一种哎呀好累啊状态。现在回到休息室，哎呀，突然开始逗狗，多了个陪伴啊，还挺好的。当时超喜欢那个小猫，因为其实我一直都想养宠物，想养一个属于自己的宠物，但就是总感觉没时间照顾，怕负不起这个责任，就一直没养。所以当时看到那小猫的时候，我还特别想抱走，因为我其实更喜欢小狗，但是那小猫实在太可爱了。电影里面所有的动物都是经过专业的训练的，所以他们是非常聪明的，就专业的国外的那个训练师在现场每天对他们进行训练。然后我就记得，哇，那只猫可厉害，就还有替身呢，就是猫的替身。演员是不可以过多的跟这个猫有太多的亲密接触的，他们要保证这个猫是听话，在演戏中听话，跟我们演员太亲近到可能会影响到他在表演。所以你像这术业有专攻，你不懂。你觉得自己是一个犬系的还是一个猫系的人？我本人应该是个犬系吧，我觉得，但大家都觉得我是猫系。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我啥系，这说实话我真不知道我属于什么系。我是好多种时候，我有时候就特别活泼特别开朗，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不怎么爱说话，就是特别极端。当下的状态我觉得还可以，大家都说我是铁人，就是我可能就是属于大家老说的那种老艺人，你知道吧？那么多年过来了，然后就是身体素质已经对于就是工作的抗压能力都达标了，就是所以大家都觉得我是铁人。其实初心一直都是在的，从来没变过。我觉得每一个热爱这个行业的人，热爱自己的工作这个工作的人，都很难会改变这个初心。你自己有了好的作品，你就是开心，就是享受，就是很自豪。
让自己满足这样的一个欲望。对，有时候你满足这样的欲望，然后观众朋友又很喜欢，这其实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你满足了自己，也满足了他人，就那种感觉啊。好演员、好歌手，我觉得这是一个门槛非常高的一个称呼，所以我一直还没有说真的说自己能够真的做到了。但是我觉得我在往那个方向努力，但是我确实我也觉得我是各个领域都兼备了，不管自己在哪个领域哪个职业，然后对得起自己的本职工作才是最重要的。我其实没有什么信条，我就是很随性的一个人，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没有不强求，很佛，从来没有说我因为努力争取了什么，然后就最后这个东西没有得到的时候，我可能会特别痛苦很长时间，没有，那我就争取另外一个，争取下一个。我觉得可能我相对容易满足一些吧，我会觉得那是别人的损失，我会这样鼓励自己，就是你没有发现到我，没有发现到我觉得是别人的损失。我经常会觉得自己给自己这样洗脑，对，所以不要让自己觉得自己不好，就不要让自己觉得自己因为自己而的失败而没有得到该有的。我觉得不是就是我觉得是这是天时地利的问题，所以不强求，但是你只要对得起自己就好。太多了，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前辈，感谢所有给过我机会的人，更要感谢所有支持我、喜爱我的观众朋友，对，还有我的工作伙伴，还有我的家人，都要感谢。我觉得2023年，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觉得是对于2023年，对于大家，对于我们每个人最大的一个期许。